蓝忘机拧着眉盯他，那张脸上神色变了变，竟仍是没有怒色。蓝忘机道：“你还我！”好似担心魏无羡耍横死不松口，他又强调道：“还我！”见魏无羡毫无动静，他伸手来夺，魏无羡往旁边一蹦，织物柔软的滑下来，在桌面上叠成一个圈。蓝忘机扯过抹额攥得死紧，魏无羡不屑：“就蓝家这披麻戴孝的一套，你蓝湛敲锣打鼓送我，我也不要。”但夺是夺了，该披麻戴孝的人却迟迟未披麻戴孝。蓝忘机的目光落在魏无羡身上几番，最终捏着飘带的两端，手腕略斜，套上兔儿的脖子，手指间几个来回，系了个结。这看起来实在有些眼熟。江澄在魏无羡刚来莲花坞时，还养着几只小奶狗，成天往狗脖子上系蝴蝶结挂铃铛。魏无羡虽然年纪小，但已在心里埋下了对江澄的深深鄙视，被狗撵得到处跑时，仍不忘嘲笑一番江澄的奇特审美。而如今他被高山仰止、端方雅正的韩光君用抹额系了个兔儿项圈，魏无羡2辈子加起来也没被人这么折腾过，不禁吓得连仅剩的一魂也飞到了九霄云外，转身就要去解抹额，刚想抬爪，却发现无论如何也动不了。定形术算是玄门中最基础的法术，各家子弟聚首时常用这个法术，比谁将落叶定在空中的时间最长。魏无羡停得最好，用这一招不知引过多少仙子青睐，引过江澄多少白眼儿。如今这法术施在自己身上，他定得比啥都好看。蓝忘机端详了一阵魏无羡脖子上的结，似是颇为满意，转头翻书，不再动作，直到翻完书，术才解了。魏无羡腰酸背痛，气得吐血。他本打好了算盘，料定蓝忘机再也不能用禁言术奈何他，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，更没想到蓝忘机曾经一聊就炸，一炸就拿冷脸对他，可谓精彩。而如今无论他怎么起妖风，蓝二公子也是清风一派，不为所动。魏无羡实在有些自讨没趣的意思。魏无羡栽了定形术的跟头，加之撩不得蓝忘机跟他吵，一连几天都神色恹恹，安静异常，反倒惹得蓝忘机频频侧目。本就无聊，现在连蓝忘机也完不成了。魏无羡憋了几天，简直如有猫抓，痛苦万分。好在蓝家里难得有个不闷的蓝思追，这孩子魏无羡第一眼就觉得面目熟悉，蓝思追又谦和有礼，魏无羡很是赞赏。蓝思追似乎也很得蓝忘机喜欢。蓝忘机督促小辈们读书操练，虽会指点，但并不对谁特别费心，而蓝思追的琴却是由韩光俊亲自教的。每当蓝思追跟着蓝忘机习琴时，魏无羡就会跟在一边看。蓝思追本就和他亲近，这下对他更是喜爱有加。不念书习琴时，常常抱了魏无羡出去走，才不至于让魏无羡闷死在静室里。蓝忘机知道蓝思追成天和兔子混在一起，也未曾苛责，只道学习不可懈怠，莫要耽误正事。对于这一点，魏无羡觉得蓝忘机还是好过蓝启仁的。蓝启仁不喜欢他，也怪不得他魏无羡。魏无羡飞扬不羁惯了，蓝启仁又古板严肃，本就不是一路人，自然谁看谁都不顺眼。好在现今蓝家有蓝曦臣和蓝忘机主持，蓝启仁便退居身后，不大讲学了，也少了碰面的机会。姑苏蓝氏的修学会依然美誉天下，只是讲学的不再是蓝启仁，换成了蓝忘机。如此一来，削尖了脑袋想把孩子塞进蓝家听学的人更是多的从云深排到了山下，特别是抱着爱慕之心的姑娘家，更想近距离一睹韩光君风采。姑苏蓝氏的修学会在春季，魏无羡上辈子吃够了苦头，蓝家家训3000条，把他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尽了，实在了无生趣。蓝启仁又视他为头号大害，罚他抄书抄到恨不能就地飞升。如今总算能看其他人被蓝忘机折磨，魏无羡精神不觉为之一振，蔫了一段时间后，又有了心情对蓝忘机百般骚扰。好不容易熬过了春寒料峭，待到春江如练，卷山如带时，云深不知处里哗啦涌进了一大堆世家子弟。魏无羡跟着蓝家小辈们到处跑着看热闹，总算快活不少。那些少年大多对蓝忘机又仰慕又敬畏，面对着讲话都不敢大声，反倒是仙子们大胆些，常常找了问题请教，脸上都是含羞带怯的。韩光君语调平缓，脸秀指点了，视线便不再停留，转身离开时，连神情也是一如既往的淡漠，白衣胜雪，飘带缓扬。魏无羡在心里鄙夷，女子为好，蓝湛这人虽名动天下，却是个分不清好坏的。
魏无羡窝在兰家小辈里混了几天，姑苏兰氏一向教导子弟少说闲话多读书，但毕竟都是朝气最盛的年纪，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蓝忘机没听见，魏无羡可是全都听见了。金家家主金光瑶年纪不大，但已婚娶，聂宗主依然热衷于精细衣着，一副风流公子打扮，江澄仍未成婚。魏无羡知道他眼光高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江宗主把子嗣塞进兰家听学。正神游之际，突然听见有人喊金如兰，这3个字犹如一道响雷炸在耳边。魏无羡猛地朝着声音方向看去，同时一名少年回过头来，怒道：别叫我这个名字。说是少年，不如说是孩童，脸上还略带稚气，裹在金星雪浪衫里，眉间一点朱砂，娇嫩可爱，却绕着一股戾气。竟然是金陵！魏无羡没想到金陵会来，不禁有些发愣。那些少年约莫是和金陵关系不错，又嘻嘻笑着要去拉他。金陵，听说背不好说，韩光俊是要罚人的，到时候你可别又耍横。走走走，再讲我让舅舅来抽你们。金陵嫌恶的一抽手，其态度居然和江澄有5分像。他朝着兰家小辈这边走过来，蓝思追颔首道：金公子。蓝景仪却没开口，只是不怎么高兴地站在一边瞪他。金陵身边还跟着只到处撒欢的幼年黑棕灵犬。云深听学不许携带灵宠，金陵敢大摇大摆地牵着条狗来，不用说又是某个好舅舅在背后撑腰了。那灵犬一见魏无羡，两眼发光，直冲过来。魏无羡还在细瞧金陵的脸，冷不防看见一只狗朝自己扑过来，瞬时吓得肝胆俱裂。见魏无羡缩成一团，惊恐万分，蓝思追忙抱着他，侧过身子挡住那只兴奋的奶狗。这是你的兔子。金陵到底是个孩子，看见蓝思追怀里的兔子，声音虽惊傲，但也有几分好奇。蓝思追摇手道：不是。见那只灵犬绕着他的腿蹦来蹦去要抓兔子，又诚恳道：金公子，云深近带灵宠，还是快些送回去，被韩光君看见就不好了。金陵冷冷道：我没听过这个规矩。金陵见魏无羡瑟瑟发抖的凄惨模样，又拍手称赞灵犬勇猛。有兰家小辈看不下去，皱眉道：金陵，可管管你的狗，没看见他把兔子吓着了吗？金陵睨了他一眼，不屑道：不就是只随处可见的兔子，你们兰家人都这么小气吗？蓝景仪在旁边听了许久，早已对金陵不满，这下忍不住道：什么随处可见的兔子，这可是韩光君养着的兔子。韩光君要讲学和业猎，有功夫养兔子。金陵讥笑道：想不出理由就这样骗人，我看你们兰家教的也不怎么好。蓝景仪气得满脸通红，扑上去就和金陵争起来。正吵得不可开交之际，身后忽有人肃然道：此地何故喧哗？声音清冷低沉，看也不看就知道是蓝忘机。蓝家小辈们忙分开行礼，又齐刷刷低头盯着韩光俊雪白的靴尖，自知逆了家训，生怕抬头了被韩光俊训。蓝忘机腰悬长剑，一身冰雕雪柱，光是站着已是不怒自威。蓝景仪小声道：金公子非要带灵犬来。金陵满脸愤愤：我舅舅说过可以的。蓝忘机面无波动，简洁道：这里是兰家。金陵纵然再骄横，也不敢顶撞蓝忘机，当下闭了嘴，气呼呼站在一边。蓝忘机扫了一眼一圈低着头大气不敢出的小辈们，又问：骗人者谁？金陵沉不住气，指着蓝景仪道：是他，他说这只兔子是韩光君养的。一时间10几道视线齐刷刷落在魏无羡身上，连周围偷偷摸摸看好戏的小辈们也往他这边瞄。魏无羡很久没被人这样看过，连狗都忘了，差点就要旧病复发，登徒浪子般一抹头顶兔毛，对着人群挥起手来。那对浅色琉璃在他身上略微停留，蓝忘机轻描淡写道：景仪所言无错。一半落花静悄悄飘下地，周围一片死寂。金陵目瞪口呆，各家小辈面面相觑，脸上都摆着同一副表情。韩光君说兔子是他的，莫不是在做梦？蓝忘机一派形若无事之状，转头道：回去。魏无羡正不嫌事大的看热闹，见蓝忘机瞥过来了，以为他在对着自家小辈们讲话，左顾右盼一番，却发现那双浅琉璃眼盯着的，怎么看也是在自己身上。众人又忍不住掐了自己一把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惊为天人遥不可及的韩光俊不仅说兔子是他的，还对着兔子讲话，实在是超出想象，奇哉怪哉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